各位，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个细节？每个人手里都有张身份证，上面那一长串号码是国家为了方便管理给你，那是后天的。但我想告诉你，在拿到这张卡片之前，老天爷早就偷偷塞给了你一串更关键、更隐秘的密码。这串密码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出生年月日，尤其是那个尾数，一直藏在角落里，很少有人正眼瞧它。现在的人过生日习惯是什么？买个蛋糕，点上蜡烛，双手合十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我要发财，我要健康。当然没错，这是美好的寄托。可是有几个人反过来问问自己，为什么我偏偏出生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？为什么我的生日尾数是1，不是8？为什么是5，不是0？这难道只是几亿分之一的一个随机事件吗？你跑去问西方的科学家，他会告诉你，这就是概率，偶然得很。但在我们中国人的智慧里，在易经的系统里，我告诉各位，世上根本没有偶然这2个字。所有的偶然，从宇宙大道理去看，其实都是必然。你的生日就是你降生的那一刻，老天爷在时空坐标里给你打下的定位点，那个尾数就像深埋在你生命里的基因代码，它早就把你这一辈子的起起伏伏，尤其是你晚年的结局写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人要问了，曾教授，您讲这个是不是在宣传宿命论？是不是迷信？我必须严肃纠正这种观念，这绝对不是什么迷信，这是数，在我们传统文化里叫数，是宇宙能量的体现。我们文化源头讲什么？讲河图洛书，讲先天八卦，万事万物拆解到最后都是由数组成的。孔子他老人家晚年极其喜欢读易经，读到把编竹简的牛皮绳都翻断了3次，这就是韦编三绝的典故。他最后悟出一句非常深刻的话，叫不知命无以为君子。这个命不是让你两手一摊消极认命，而是要你知命。你只有读懂了自己的生命代码，知道了自己先天缺憾在哪里，你才能知道当你老了以后究竟是福如东海，儿孙绕膝，还是晚景凄凉，孤苦伶仃。我这辈子阅人无数，看过太多人年轻时风光无限，在社会上叱咤风云，呼风唤雨，结果呢，一到晚年众叛亲离，孤苦无依，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。我也见过很多人年轻时普普通通，甚至一路坎坷，吃尽苦头，但到了晚年却是儿孙满堂，安享天伦之乐，脸上永远挂着祥和的笑容。这中间的差别究竟从哪里来的？秘密就藏在你的生日尾数里。今天我就要借这个机会帮大家揭开这个天机。不管你现在是20岁、40岁还是60岁，请务必把你的农历生日找出来对一对这个尾数。如果实在不知道农历、阳历，也可以参考，因为能量本质是相通，但还是以农历最为精准。这很可能是你第一次真正有机会看清自己人生剧本的大结局。我必须先帮大家树立一个观念，叫万物皆数。古人在河图里讲，天一生水，地6成之，地2生火，天7成之。我们人的数字从来就不是简单的1234，它是活的，带有5行属性，带有东南西北方位，更带有吉凶祸福的能量场。你的生日尾数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时娘胎里带来的先天筹码。有些人带的是火，年轻时烧得旺，
晚年要是没有木来生，可能说灭就灭了。有些人带的是水，年轻时漂泊不定，晚年要是能汇聚成海，那就是大智慧。古人常讲30而立，40不惑，50知天命。为什么到了50岁一定要知天命？因为人过50，前半生基本定型了。你这辈子成龙还是成虫，大局已定，但你的后半生，也就是你的晚年，完全取决于能不能看懂这个数给你的暗示。如果你听不懂，你就会逆天而行。老天爷让你辉煌过后的晚年要收，偏要放；老天爷让你晚年要静，你偏去动，结果是什么？那就是灾难。很多人的晚年悲剧，不是因为没钱，也不是因为子女不孝，而是因为他走错了路，走错了路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大家的胃口已经被我吊起来了，你们一定很想知道自己的尾数到底代表着什么。但是在泄露天机之前，我必须要求大家做一个心理建设，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话可能会非常直白，甚至会有些刺耳，它会刺痛你的自尊心。如果你的尾数对应的结局不太好，你能不能承受？你能不能改？易经讲不易，也讲变易。命是定，但运是可以转。我今天把这些掏心窝子的话告诉你们，不是为了判你们的死刑吓唬你们，而是为了交给你一把钥匙。所以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，我希望各位能在心里或者在评论区里默默地立下一个誓言，这不是写给我曾某人看，这是你对老天爷、对你自己的命运立下的一个庄重誓言。我愿知命而不认命，修身以改运，积德以延福。当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在向宇宙发出一个信号，我已经准备好承担我命运的责任，我不再抱怨，我不再恐惧，我要开始觉醒。准备好了吗？如果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揭示这10个数字背后关于晚年的真相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生日尾数是1和6的朋友，在河图口诀里，第一句就是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。所以凡是尾数1和6的朋友，你们的五行属水，方位在北方。不管你是1号还是6号，你们生命的底色归结为一个字，就是流。水是什么特质？水是流动的，是变化的，是无孔不入的。所以尾数1和6的人，年轻的时候通常会比较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水往低处流，水要奔流到海，你们往往奔波劳碌，漂泊不定。很多人可能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家乡，去外地打拼，或者职业变动非常大，一辈子都在折腾，很难安安稳稳扎根。但是水同时也代表智慧，我们中国话讲智者乐水，你们这类人脑子非常灵活，转得快，适应能力极强，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。那么到了晚年，你们的命运会如何？这里往往会出现2个极端，一种结局是孤独，水是冷的，是寒的。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把水的特质发挥偏了，变得太过于功利，太过于精于算计，水质过头了就是狡猾。那么到了晚年，你会发现身边的人都离你远远的。古人讲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人太精明了就没有朋友。尾数1和6的人，晚年最容易陷入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。你可能很有钱，存折数字很漂亮，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你说句心里话，这不是很凄凉吗？另一种结局则是海纳百川。如果你能修炼你的心性，把那种涓涓细流的小家子气变成大海的宽广胸怀，那么你的晚年就是德高望重，因为水利万物而不争。
你会成为家族里真正的智者，儿孙遇到解不开的疙瘩，都愿意来请教你。所以对于尾数1和6的朋友，我给你们一个最重要的忠告，晚年要学会一个字，暖。不要让自己太冷冰冰，不要太理智，不要事事都算得那么清楚，多一点人情味，多一点浮屠，你的晚年才会像冬天的温泉一样，既有智慧的深度，又有暖人的温度。接下来第2生火，天7辰之，这2个数字，五行属火，方位在南方。火大家想一想，它有什么特性？它是热情的，是向上的，是光明的，给人带来温暖和希望。但是火也容易暴躁，弄不好就是毁灭，是一把双刃剑。尾数是2和7的朋友，你们这辈子注定是不甘寂寞的。回想你们年轻的时候，你们往往是人群中的焦点，你们办事讲究什么？讲究风风火火，讲究效率。你们的性格多半是直来直去，心里藏不住事，眼里更是揉不得半粒沙子。你们的运势通常来得比较早，就像那个火焰一样，只要有一点干柴，呼地一下就能窜起来。所以这类人少年得志的很多，年轻有为的很多。但是各位要了解，火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，叫什么？叫后劲不足。火烧得太旺了，柴火一旦烧完了，剩下的是什么？就是堆灰烬，冷冷清清。所以尾数2和7的人，晚年最大的危机就是2个字：落差。当你老了，身体不像年轻时那么硬朗了，手里的权力交出去了，没人再围着你转了，没人再听你的号令了。那种巨大的失落感会像毒蛇一样吞噬你的心，尤其是尾数是7的人，因为7是阳数，性格更为刚烈。我看过很多尾数是7的老人家，到了晚年变成了什么样的人？变成了一个老顽固，甚至愤世嫉俗，他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在家里骂儿媳妇咸菜做得不好，在外面骂社会，觉得年轻人都不像话，结果搞得怎么样？众叛亲离，人人见了你都要躲，都在背后摇摇头，说这老头子脾气太坏了。这就是火烧过头了，原本应该是温暖人间的一把火，最后变成了烧毁功德林的祸患。所以对尾数2和7的朋友，我要送给你们晚年转运的一个字，叫做收火。要怎么才能长久？古人告诉我们要藏，你要把那个光芒收敛起来，藏在灯罩里，那才叫长明灯。晚年要把你的脾气收起来，把你的锋芒藏起来，不要再想着去控制别人，不要再想着无论在哪里都要当主角。你要做一个温暖的老人，就像冬天的火炉一样，散发着柔和的热量。儿孙们都想靠近你取暖，那才是福气，而不是像夏天的烈日毒辣辣的，别人一见你只想躲得远远的。讲到这里，我想问问大家，有没有觉得心里咯噔一下？有没有觉得好像就在说你，或者在说你家里的某位长辈？这就是数的力量，它不讲情面，只讲规律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问我，既然命中注定，那我还能改吗？各位，答案是肯定，能改。但是改命是需要能量的，是需要福报的。福报从哪里来？4个字，从失中来。我今天坐在这里，把这些原本属于天机的秘密泄露给你们，其实我是在承担因果的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希望你们能接得住这份智慧，避免晚年的悲剧。如果你觉得刚刚这番话让你看到了自己晚年的一点点影子，让你产生了一丝丝的警觉，那么我邀请你在这个当下的时刻做一个动作，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留下一份心意。请记住，我这里讲的不是钱的问题，
在国学的角度，这叫种因。你今天为了一句善意的提醒，为了获取这份能够改变你晚年命运的智慧，你付出了一点点代价，这个代价就是你种下的善因。你这是在告诉老天爷，我尊重智慧，我敬畏天机。那么未来当你真的遇到晚年那个坎的时候，这个善因就会开花结果，变成一个贵人或者一个转机，帮你渡过难关。这就是舍得的真谛。先舍后得，你舍出的是对知识的敬畏，得到的是晚年的安详。生日尾数3和8的人，河图口诀讲：天山生木，地八成之。这2个数字五行属木，方位在东方。木代表什么？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，木代表生长，代表仁慈，代表向善，但同时木也代表固执。尾数3和8的人，通常心地都非常善良。孔子讲仁者爱人，木型人的底色就是仁慈。你们年轻的时候就像一棵小树苗，虽然经历风吹雨打，但是一直在努力向上生长。你们的性格很坚韧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。到了晚年，客观来讲，你们的运势往往是不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树木这个东西是越老越值钱。你看那山上的古树、老树根深叶茂，能给子孙遮风挡雨，所以尾数3和8的人，晚年很容易成为家族的靠山，儿孙满堂，享受天伦之乐。这本来是很好的结局，但是木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大家去观察一下老树就知道了。树老了会怎么样？会变硬，会变脆。所以尾数3和8的人，晚年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4个字：顽固不化。你们很容易陷入一种思维定式，觉得自己的经验都是对的，根本听不进年轻人的意见。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。这句话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人，往往就是尾数3和8的老人。结果怎么样？原本你是家里的靠山，最后变成了家里的障碍。儿女想尽孝，但是跟你沟通不了啊，说2句你就生气，你就觉得儿女在挑战你的权威，觉得儿女不孝顺，最后搞得家里气氛非常紧张，冷战不断。所以对于尾数3和8的朋友，我给你们晚年的建议，要学会一个字：柔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讲的最透彻，柔弱胜刚强。你看台风来了，大树会被连根拔起，甚至拦腰折断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硬，它不肯低头。但是地上的小草呢，风来了它就弯弯腰，风过了它又挺直了。晚年要把身段放软一点，要做一个慈祥的好说话的老人，不要老是端着家长的架子。你要像春风一样柔柔的，家里人相处起来才舒服。你的晚年才能真正像常青树一样四季常青，生机勃勃。生日尾数是4和9的朋友，这就要提到地4生金，天9成之这2个数字。五行属金，方位在西方。金代表什么？大家想到金，第一反应就是黄金白银。没错，金代表财富，代表权力，代表锋利。在气节上，它代表肃杀。尾数是4和9的人，坦白讲，你们的财运通常是这5组数字里最好的。你们天生对钱敏感，有经营头脑，或者有很强的领导才能。年轻的时候，你们很可能是职场里的精英，或者是商场上的大老板，手里那是握着实权的。到了晚年，你们一般是不会缺钱，物质生活会非常优越，衣食无忧，住得好，吃得好。但是大家要记住，金是良，金也是最硬。
我见过很多尾数4和9的老人，晚年非常有钱，住大别墅，请保姆伺候。但你推开门进去看看，屋子里冷冷清清，身边没有亲情，儿女回来看他，多半是为了什么？为了钱，亲戚朋友围着他，也是为利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太硬了。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为了赚钱，忽略了亲情的培养，为了利益伤害了朋友的感情。到了晚年，这种因果就回来了。而且精气太重的人，晚年身体上容易动手术，容易有刀光之灾。所以对尾数4和9的人，你们晚年最大的课题，我送你们一个字，叫善。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钱才是真正的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晚年的时候要学会把钱散出去，多做慈善，多帮衬一下家里的穷亲戚，多请朋友喝喝茶。你要懂得用冷冰冰的金去换取热腾腾的情，不要守着金山银山过日子，要让金钱流动起来，去温暖别人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，你的晚年才是真正的金玉满堂，既有富贵又有人气，这才是大福报。最后我们来看生日尾数是5和0的朋友，口诀讲天5生土，地10成之0就是10，这两个数字5行属土，方位在中央。土是什么？土是万物之母，它是厚德载物，它承载一切，包容一切。尾数5或0的人，我可以说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操心的人。土在中间，要协调东南西北四方，哪一头都离不开你。年轻的时候，你们就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又要顾工作，又要顾家庭，又要帮衬兄弟姐妹。你们这辈子活得很累，但是很充实，很有成就感。到了晚年，你们的命运通常是安稳的，因为土性最稳，你们的人生没有那种惊涛骇浪的大起大落，日子过得平平淡淡，但是很踏实。不过土也有一个大问题，种过地的人都知道，土如果不翻动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板结，就会僵化。尾数5和0的人晚年最容易出现的问题，叫做过度积累。你看这种老人家，家里堆满了杂物，这也舍不得扔，那也舍不得丢，心里呢装满了陈年旧事，几十年前的恩恩怨怨都放不下。最要命的是，你们喜欢唠叨，喜欢管闲事，总觉得儿女长不大，吃喝拉撒睡，什么都要操心。这种爱到了晚年，就变成了儿女沉重的负担。你越想管，儿女越想逃，越不想回家。所以对于尾数5和0的朋友，你们晚年的大智慧就在于这一个字，空。要把心里腾空，要把家里腾空。古人讲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牛。你们操劳了一辈子，晚年该歇歇了，不要再把责任死死扛在肩上，要学会放手。你去看看那个大地，大地之所以能生长万物，是因为它懂得沉默，懂得顺应。做一个沉默的、包容的、多事的老人，你的晚年才是真正的厚德载物。好了，这10个数字讲完了，我相信大家对自己的晚年命运已经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轮廓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我的尾数对应的结局太好，我好害怕。别怕，易经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告诉我们，定数之中必有变数。你的生日尾数，那只是你人生的出场设置，是你带来的先天筹码。但是你这一辈子怎么打这副牌，能不能把一副烂牌打好，全靠你自己。我刚才给每一组数字都送了一个字，我们再复习一遍。水要暖，要把小聪明转化为大智慧；火要收敛锋芒，做个温和的老人；
木要柔，身段要软，不要做倔强的老树。筋要善，善才能聚人，不要做守财奴。土要空，学会放手，难得糊涂。这5个字就是我送给你们的改命药方。晚年的命运不是靠运气，是靠修行。你修得好，烂命也能变好命；你修不好，好命也能做没了。我希望大家能明白，老天爷给我们安排这些数字，不是为了限制我们，而是为了提醒我们。他告诉你，你天生有哪些弱点，你就要去修补哪些弱点。这就是人定胜天的真意，不是让你去跟老天爷打架，而是让你去顺应天道，修正自己。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。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对照自己的生日尾数？有没有看到自己或者家里长辈的影子？你觉得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？你愿意从今天开始试着修那一个字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一起探讨，一起成长。如果你觉得这段内容对你有启发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，并且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关于传统文化、人生智慧的深度解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